我于田径生涯顶峰退役，嫁给爱情，3年间洗手羹汤，侍候公婆。可丈夫却在我外婆病危时，陪新晋小花在游艇看日出。婆婆说我高嫁豪门，就该识大体。外婆葬礼，狗仔围住堵截，问我丈夫的花边新闻。我当众宣布离婚。丈夫说我不过是一时赌气，迟早求他复婚。直到我重返赛场，复出赛上，记者拍到顶级财团年轻才俊，向来寡言的董事长坐在家属席，指着我跟边上人炫耀：看，跑最前面那个，我女朋友。前夫慌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外婆火化那天，瓢泼大雨砸进我眼里，掌色折人，无数的镜头对到我脸前。于小姐，请问您丈夫江楚今天没有出现在葬礼，是因为在轮渡上陪新欢陈淼，无法及时返航吗？陈淼新拿到电影女1号，和江先生投资有直接关系吗？您和江先生结婚刚满3年，感情是否如外界所言名存实亡？拥挤的狗仔将我团团围住，面前闪光灯伴随着天空闷雷，闪得我睁不开眼。我紧紧抱着外婆的骨灰，一言不发，艰难前行。外婆3天前突然病重，弥留之际意识不清，我紧紧抓着那双抱我长大的手，往脸上贴，让她知道我在。外婆却缩手，我手糙，莫要划疼了我的妞妞。她碰到我脸上的泪，每说一句话都无比痛苦，想要吊着最后一口气，多叮嘱她的妞妞几句：妞妞啊，不要哭，是人都要死的，能看到你成家，外婆瞑目了，不要为我操办后事，不要花你婆婆家的钱，莫要叫人家因为我看不起你。妞妞啊，笑一笑嘛。外婆想最后记得的是开心的妞妞。我想扯起嘴角，眼泪却止不住掉。外婆想帮我擦泪，手抬到一半跌落，不管我怎么叫她，再无回应。这些天我给江楚打了无数电话，他嫌烦拉黑了我的号码。他要陪新欢在海面看今年最后一个日落，等明年第1个日出。而我在外婆火化这天，遇到了100年难得一见的冬季大雨，冰冷刺骨的汹涌潮气将伴我余生。天气极端，环境恶劣，狗仔迟迟问不出话。最前面一个恼火起来：于峰，这么大雨，你配合一下大家不行吗？一拜金女，装什么？说话间镜头不防，重重砸落在我手背，雨水湿滑，骨灰盒脱手跌落。外婆，我第一时间跪在地上去护，手背互相挤占位置的脚踩碾也毫不在乎。但盒盖落地砸开，暴雨顷刻间冲刷了盒内，众人尖叫躲闪，说着晦气，不忘按下手中的快门。骨灰混着雨水被踩踏入泥，我红肿的双手将盒子死死护在怀中，抬头瞪向始作俑者。他一瞬慌乱后，对着我按快门：看什么？谁叫你自己没拿好？于峰，为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外婆这么惺惺作态，是想扮可怜挽回江楚的心吗？我是外婆从垃圾堆里捡的孤儿，以前队里有采访有说过，但养大一个孩子不是轻飘飘一句话，是那瘦小佝偻背的老太太阴阳我筹出的每一条皱纹。我一把抓住她的相机，那一刻我想抡爆她的头。于峰，一个熟悉的声音冲破重围，人群被分开两边，挤进来的一队人，身着熟悉的队服，是我以前的教练和队友。拍什么？干什么你们？队友们帮我挡住长枪短炮，教练一把拽起我，将我揽进伞里。
狗仔们还在不满地叫嚣着采访自由、报道自由。他是公众人物，凭什么不能采访？练体育的就是一帮野蛮人。头发都花白的教练情绪瞬间点燃，他怒斥对方：这个野蛮人在训练场流血流汗的时候，你怎么不采访？他一身伤病为国争光的时候，你怎么不采访？对面声音减弱，却还是不满。他都为嫁豪门退役了，有什么可卖惨的？我拦下教练，面对着那些镜头，表情平静。江楚，如果你看到这则报道，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们离婚。休息室里，头上的雨水还没擦干，江母的电话冲进来，她的语气却一如既往的高傲。小鱼，你外婆去世，我们都很遗憾，但住院是我们江家帮你联系的，费用也是江家出的，你不好这么没有良心的。江氏集团手下员工众多，为了让工作的效率更高，如果员工家属病重，可以去集团附属医院治疗。助理帮外婆办理住院手续时说：夫人的意思，按家庭佣人的最高标准，外婆整个住院期，江家没有来过一个人看望，我一个人照顾外婆，怕她担心，骗她说江楚和他爸妈去国外谈生意了，正在往回赶，飞机上没法打电话。外婆拉着我手，有我妞妞送，老婆子就知足了。其实老太太什么都知道，所以她最后才没有一丝求生意志，走得干脆。她怕自己活得久，花钱多。我被江家看清，江母的声音带着责备和厌烦。你也太不懂事了，我知道你没爸妈教导，已经亲自教你很多次了。做江家的儿媳妇要识大体，不能脑子一热，什么话都往外说。你自己看那些报道，简直叫人看我们江家的笑话。小鱼，你总是这样没长进，真的让大家很累。拿着电话的手肿胀麻木。其实做江家儿媳的每一天，我都很累。早起为江楚配好衣衫，送她上班，伺候公婆，宴会宾客，时刻保持微笑。那些陌生的脸、名字、职务、喜好，谁不能和谁在一起？谁要和谁在一起？背得我头大。虚无的艺术展览，精致却填不饱肚子的菜品，还要时不时应对那些太太们的疑问。小江夫人以前是运动员，没在奥运会见过你挨。这些比我从小到大的训练加起来累无数倍，能撑下来是因为我爱江楚，但现在我没力气了。江母要我做个澄清，说江楚在出差，而我只是一时伤心过度闹脾气。我打断他：您要是能联系到江楚，麻烦告诉他抽空回来和我离婚。我第一次先挂断江母的电话，手机软件早就弹出的提醒刺眼，是我偷偷用小号关注的陈淼发了动态，希望每年的日出我们都一起看，这是我们爱的约定哦。海浪，照片中的姑娘身上白衫被海风吹鼓，一张未施粉黛、清纯明朗的脸，笑得灿烂。陈淼是新星，被粉丝奉为国民初恋，底下粉丝纷纷隔空回应偶像爱的约定。可我知道，他发的那个海浪的符号是江楚的微信昵称。他身上的白衬衫第3颗扣子有些不齐，那是扣子脱落后我缝的。当时为了缝衣不打结，我学收尾针，扎了好几次手。江楚心疼，掉了扣子扔了就行，什么打结不顺、封件糟粕，又被我逼着连胚3口。他抱着我，将下巴抵在我的头顶。这件衣服我得穿一辈子，有我在，没人能让咱们爱情的赛道不顺。那是我们结婚的第1年，他从18岁追我，追了4年，结婚3年，7年里，想不起我们从哪天变了样。江家父母最初不同意
我们恋爱，经济制裁他。江楚直接跟江家一刀两断，含着金汤勺出生的人，在我们训练基地边租了个半地下室，那地儿潮得连耗子都搬家。他一住1年，只为了离我近一点。我还没跑出成绩，队里的好资源都要优先一队。家里条件不好，舍不得买营养品，别人一双跑鞋几千，我79的鞋，磨掉鞋底找修鞋大爷钉上。江楚疯了一样挣钱，挣的钱除了给自己留口白饭，剩下的都花我身上。本是弹弹簧的手给我做营养餐，被铁锅烫出一串泡，我心疼得红了眼。他还哄我皮糙肉厚，根本不疼。江楚曾真的为我豁出去过，可他不该为我受苦。所以当江家松口提出可以恋爱结婚，但我要放弃职业生涯，留在家里做贤内助时，我也为他豁出去了。我们低估了时间，高估了爱情。电话疯狂震动，打断回忆。是江楚，江楚还在海上，信号不清不楚。你疯了是不是？闹什么？不明白他怎么有资格先对我发火？江楚，离婚。我平静的语气像他过往1年对我的冷漠，而他此刻的声嘶力竭又像极了我无数次的崩溃。这1年多，陈淼像是引线，炸开我们拼命掩盖的裂痕。我和江楚频繁吵架，声嘶力竭，互相攻击，用最狠的话刺向对方。家变成你死我活的阵地，两败俱伤，谁也不肯认输，亦不松手。于峰，我是在工作，你不要无理取闹。满船都是电影筹备的工作人员，也许是吧，可电影是为了陈淼拍的，他采访时说过的愿望。新的1年，许愿可以拍电影，想在18岁来临的时候看一次海上的日出日落。视频中的女孩吐着舌尖，有些担心播出去会不会被人骂贪心。陈淼今年只有18岁，和江楚追我那年一样。他接过电话，语气小心，像是一只奶猫。姐姐，我是陈淼，我们真的是在工作，要拍一个电影的纪录片，是导演约江总一起来的，要谈追加预算的事。对不起姐姐。陈淼突然哭了起来。我看到报道了，我很抱歉您外婆的事，可我真的不是他们说的那么脏，我没有那么想过，我发誓，求求您不要误会，好不好？被风浪吓坏的白花，声音都楚楚可怜。江楚接过电话，现在闹够了吧？你知道，因为你赌气一句离婚，江家的股价会波动吗？今年董事会就会宣布我接手公司，现在多少双眼睛盯着我，我压力多大？你为我考虑过一点吗？那些狗仔说什么你都信，他们是不是对家请的？抹黑我到底什么目的？你想过吗？于峰，你能不能不要只是四肢发达，长点脑子好吗？斩钉截铁的语气像极了我答应他恋爱的那一天。他说，于峰，你只管向着你的目标跑，我会为你扫清一切障碍。我真的很想找到那个江楚，扑到他怀里大哭一场，质问那时候相爱的2个人，他们做错了什么，变成了这样。但发令枪响，人生只能向前跑。江楚，我外婆去世了。江楚终于沉默了，不管真心假意，就连江母和陈淼都对我说了遗憾和抱歉，但江楚对此只字不提。他爱我时，对外婆亦客气疏离。他会让我看望外婆时拎上昂贵的礼物，可不会踏入那条胡同。他喜欢穿那件我缝扣子的衬衫，却从不会戴一次外婆熬夜为他织的围巾。很后来的一天，我才想明白，江楚可以为我豁出一切，是因为他自己愿意。他爱我，可他依旧是江楚。但我爱他时，不是于峰。我们短暂相伴，跑了一段难挨的路，
现在到了终点，江楚，我和你离婚不关别人的事，我只是不爱你了。电话那头只有海浪的翻涌，江楚沉默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回答了。要挂电话时，他轻笑一声，咬牙切齿：“赌气是吧？行啊，于峰，我倒要看看你被我养了7年，还剩几根骨头走路。你记着，迟早你会求着我复婚。”我挂断电话，江楚，我不会的，我只会往前，不会回头。离婚手续办得很快，和江楚结婚前，江家就让我签过婚前财产公证，江楚还为此差点又跟家里闹翻，是我说无所谓，他被我说服，也是，反正咱们也不会离婚，我的就是你的，我都是你的。当时报道都说我急流勇退，嫁入豪门是聪明的选择，但没有比我更傻的了。这些年，除了江楚给我买的那些昂贵的首饰、衣服、包，这个家没什么属于我，而那些我也不想带，它们像是捆住我双脚的精致枷锁。我只带走了一双跑鞋，那是比赛初期一位老奶奶支持我送的。离婚申请书，我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而江楚签的时候还在打着电话，钱不够就在追加。小姑娘第一次做女主演，别委屈了。她随意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如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从头到尾没有看过我一眼，只是在上车后让她的助理过来问我：“江先生问您还有没需要拿的东西？家里的密码他要换了，他总是知道怎么让我难过。”我摇摇头，助理又递给我一张卡，江先生说这是给您这些年的辛苦费，密码是他生日，人都说不该跟钱过不去。我接过那张卡，摩挲片刻，又递了回去，告诉他这是我这么多年给他的赏钱，我们俩不相欠了。过往经年，我不是做金丝雀，我是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人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外婆说我从小就倔，别人施舍我的糖，再想吃也不会要，但接踵而来的就是现实。我没有学历，没有工作经验，除了跑步一无所长，但我已经退役了。教练想为我争取一个留队任教的机会，但我手中奖牌单薄，反对声一片，说我身上争议太大，对队里影响不好，把小队员都带去给有钱人做老婆。做小江太太时对我抛过橄榄枝的机构，在联系无一例外的婉拒。江家官旗也发了声明，因性格原因，经双方郑重协商，江楚先生、于峰女士决定和平分手。对于江楚先生的不实谣言，江氏集团将保留追究相关造谣者责任的权利。江母也在一次慈善晚宴采访时叹气，有些沟通的鸿沟确实难以逾越，我只能说我们尽力了。而在追问江楚和陈淼的问题，江母笑笑：“恋爱自由吗？希望江楚也能尽快从断崖伤痛中站起身，毕竟我也很想抱孙子。我和江楚结婚这些年一直没有怀孕，江母曾好几次叫人给我检查身体，对外每提起都是摇头。运动员身体病灶太多，我搬回外婆住的胡同，那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胡同路窄，甚至进不来一辆车。结婚那天，2排豪车竟停在胡同口。江楚抱着我在众人的艳羡的目光中步步向前。后来江楚嫌那这路个他的轮胎，说可以给外婆换一个地方住。外婆说谢谢孙女婿，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有这个家，有我老婆子，我妞妞就有退路。小家简陋却整洁，我用枕巾盖住自己的眼睛，上面还有外婆的味道。我静静地躺着，身子一动不动，只有枕巾阴湿，
满墙贴的是我从小到大的奖状、证书和奖牌上只有一层薄薄的灰。最后一块奖牌是青运会400米栏的金牌。那之后，我进入了一队，重点培养剑指奥运。申请退役的时候，教练背对我仰着头一语不发。我辜负了教练、国家，也对不起那个满身伤病的自己。教练问我有没有重返赛场的想法，但自己训练花费巨大。教练说有企业联系他，可以提供帮助。但我想，天下没有白给的午餐，现在能顶住将是阻力伸手的人，我怕欠了还不起。手机震动，是于小姐吗？我们这里是乘风栏目组。乘风是一档体育类综艺节目，请的都是一些明星参加赛程，而我的教练作为冠军教练，负责带领田径类项目。我想应是他鼎力推荐我。虽然我不是明星，但节目组说我的话题度很高，以前又是运动员。最后打动我的是，赢了的冠军能得到500万的奖金和相关机构的培养机会，正是我现在迫切需要的。节目组发布人名单的时候，果然讨论度很高，因为陈淼亦在其中，与我是同一个项目。我瞬间心生退意。教练在电话那边语气严厉：于峰，我没畏战先怯的队员，你这次躲了，就一辈子躲在龟壳里，别再出来丢人现眼。也是，有愧的人不该是我凭什么要躲？我用自己尘封许久的运动员账号转发了消息，底下消息五花八门，有以前关注者的期待，更多是唱衰。豪门弃妇又想要吃运动员的红利了。情场输，赛场再输，很难看的。18岁的陈淼和25岁的于峰之间隔着几个江少，抱走我家淼淼，淼淼独美谢谢。江家捞不到钱了，又想混娱乐圈捞，娱乐圈门槛这么低了，捞姐你好。其中有一张带图评论，那是18岁我拿下青运会的照片，那个绑着马尾的女孩意气飞扬，昵称是风经过的地方。评论只有4个字：欢迎回来。这是我运动员时期的铁粉，也是送我运动鞋的奶奶。我记得她坐着轮椅，也许是外婆的原因，我对她有着天然的好感。一次她在卫生间艰难行动时，我帮了她。此后只要我有比赛，她总是坐在最前面的看台为我加油。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还有人记得我，不是小江太太，而是运动员于峰。等待开始录制期间，我为自己制定了训练计划。这么多年没跑，重新站在赛道，竟然腿软，俯身摸到粗粝的地面，掌心亲吻大地的瞬间，指尖在颤。我愧对于他，可外婆曾说，大地宽阔，包容一切，为万物提供能量。我从幼时赤脚奔跑到如今，我与地面是故人，力量透过茧住进血脉。于峰，欢迎回来。录制第1天，没想到会遇到江楚，听说他为陈淼专门成立了经纪公司，花了大价钱给他解约又签约。如今作为老板的身份来参加开幕式，陈淼站在他身边，眼中是天真和仰慕。我和江楚视对方如空气，反倒是陈淼坦然走到我面前，面带微笑对我伸手。于姐，你能来我真的很开心，希望这次接触我们能消除一些误会。我们不认识，更没有误会，我没握那只手。陈淼吃瘪却不在意，还是笑。于姐，听说专业运动员都会系特殊的鞋带，你可以教我吗？我真的太笨了，什么都不会。说着，他不等我回应，直接蹲下身去研究我的鞋带。我下意识后退半步，他突然那一声倒在地上，吸引了现场全部目光和镜头，像是我把他踢倒了。
陈淼双眼含泪，像是忍着天大的委屈。他半跪坐在地上，倔强地偏过头蹭掉自己的泪，再回头还红着鼻尖，却尽力去笑，对着镜头示意：是我自己太笨才会摔倒，你们不许魔鬼剪辑哦。江楚看着我们的方向，目光玩味，好像在问我什么时候学会了这样的伎俩。江楚的助理直接过来关心陈淼的状况，医疗团队将他围住，把我阻隔一旁。初赛也在同天录制，陈淼膝盖贴着卡通创可贴，站在我旁边的赛道。起跑的瞬间，他又故技重施，突然靠我很近，接着又摔倒。我无暇顾及其他，直接第一冲线，而陈淼一瘸一拐，最后一个也坚持到了终点。面对镜头，眼圈含泪，却鼓着嘴最后一笑。陈淼粉丝拍摄的现场路透传出后，我的评论区被攻陷骂声一片。将是官博转发陈淼工作室带泪笑的照片，18岁的女孩不要怕，勇往直前。与此同时，于峰毫无运动精神，于峰2次攻击，恶意满满，淼淼含泪笑，词条冲爆。而舆论一边倒时，网络再次轩然大波，顶级财团润众官博转发了我冲线的照片，附赠一个加油的表情包。润众集团向来行事作风极其低调，被称为神秘财团，如今高调站队，让网友们浮想联翩。很快人们扒出乘风的最大赞助商正是润众旗下一家子公司，评论开始诡异起来。乘风的风不会是于峰的风吧？好家伙，这解释真能捞啊！刚和100亿富翁离婚，又搭千亿富豪大船，这剧本借给我演2天呗。这么说来，谁婚内出轨还不好说了。媒体联系不到润众，只能对我进行围住堵截。但教练把我藏在体育馆内，官方部门非请不得入。狗仔又一窝蜂地去堵江楚，江楚冷着张脸，无视镜头。集团股价持续2天走跌。当晚，江楚的助理给我打来电话：“于小姐，公司这边希望您能尽快处理好自己的私事，不要影响到江氏集团。”我语气平淡：“我和江楚离婚了，请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一旁忍不住的江楚抢过电话：“于峰，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人脉这么广啊？搞这么多。就是想让我先跟你低头是不是？我告诉你，不可能，是你先胡搅蛮缠的。要想复婚，就自己乖乖回家求我，少用这些下作手段，让你教练帮忙找靠山。于峰，你不是要骨气吗？你脸呢？”我没有等他吼完，直接挂断了电话，拉黑了江楚能联系到我的所有方式。节目第1期播出，我没看。毕竟节目对我而言是跳板，我的目标还是重新回到赛道上。白天不能影响队内训练，但是晚上大家默许我可以出现在训练场。教练会假装研究其他队员参数加班，眼睛却时不时瞟在我身上，假装自言自语的指导。最后一组注意摆腿呀，跑起来，腿是假肢啊。给自己争口气，有氧、力量、柔韧。运动员最难的不是超越对手，而是自己，一步一步将自己逼入绝境，一次次突破自己的极限。窗外黎明破晓，我浑身湿透，筋疲力尽，躺在垫子上，刺入骨头的酸疼唤醒着我。伤痛是运动员的荣耀，眼中是墙上贴的标语。努力拼搏，超越自我。18岁的于峰逆光对我伸出手，加油！旁人看不见的背后是无尽的汗水、孤独。我打开微博发出一条：无人看好，也要努力开一次。清早来训练的队友大步流星窜到我身边：“你快看网上，
手机举到我脸前。昨晚的节目播出中，陈淼那些自导自演都被镜头拍下。特写中，他主动伸手拽我鞋带，假装摔倒，起跑偏离赛道，往我身边靠，在与我没有丝毫接触的情况下，自己倒下。那句"我太笨了，你们不许魔鬼剪辑哦"被鬼畜循环播放。搞什么？这姐茶艺大师啊！正经演戏怎么不见这么好的演技？抠鼻，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实在的剪辑，笑哭。这么想来，插足这事儿你家苗苗也不是做不出。网友的眼睛就是尺，他看日出的那件衬衫，好像是姜楚最喜欢穿的一款。队友激动地捶我肩膀，沉冤昭雪。教练进来一声吼，都拿完大满贯了，不用训练是不是？又叫我于峰出来，有事儿跟你说。润众的创始人想要跟你见个面。润众官博发了一则视频加油，我的铁粉奶奶竟是润众的创始人唐美满女士。视频中，唐奶奶坐在轮椅上，满头白发，慈祥又坚定，握着拳头。小风勇敢飞，奶奶永相随。末了还俏皮地比了个耶。教练说润众总裁想见我，我跟他乖乖等在门口。他看着我满身是汗，欲言又止，要不去换个衣服。但车已经开到了眼前，车门打开，我迎过去，唐奶奶没叫完，被我咽了回去。眼前是个宽肩细腰又长腿的男人，润众的总裁李泽。我曾跟姜楚参加一些商业宴会的时候，见过李泽几次。给我的资料中，李泽的介绍少之又少，我只知道他是润众的第3代继承人，沉默寡言。几次见面，他也果如传言一般，对谁都是微微点头，礼貌又疏离。李泽下车，对着教练微鞠一躬，转向我的时候，竟然深呼吸好几次，伸出来的手微颤。你什么？随后出来的唐奶奶满脸恨铁不成钢，练了800遍，临场掉链子。唐奶奶拉着我的手，一脸和善，语气中满是开心。小峰终于又见面了，还记得奶奶吧？我是你的铁粉。不知为何，那一刻我竟然觉得外婆隔空拉了我的手，眼眶瞬间红了。我连连点头。唐奶奶又指着李泽，这是我孙子李泽，别看长得人模狗样，是个结巴，遇到喜欢的人连话都不敢说。李泽脸腾一下红了。奶奶，唐奶奶和教练以前竟然是队友。唐奶奶的腿是训练积劳成疾，落了残废，可她依旧热爱赛道。平时最喜欢的就是看年轻运动员比赛。教练要推唐奶奶去训练馆看看，唐奶奶示意我附耳过去。李泽呀，喜欢你很多年了。她不好意思说，看在铁粉的份上，给他一个机会好不好？我才想起。那时，唐奶奶身边的确总是跟着个清瘦男孩，他戴着鸭舌帽，让人看不清脸，一语不发地帮唐奶奶给我拍照片。只剩我们2个，李泽脸红到耳尖，他似攒了很多力气，才缓缓开口：“于峰，好久不见，欢迎回来。”屋外寒风，李泽不着痕迹地为满身汗的我挡住风口。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吗？咖啡店内温热环绕，他帮我点了一份抹茶小点心。见你几次都选的这个口味，他说的应该是碰面的几次商业宴会。我选的小点心都是抹茶口味的，那时为了穿上合身的礼服，连水都不敢喝多，点心也只敢抿上一口，望梅止渴。我听他点单的时候，说话却是流利的，他似看出我的疑惑，已经治好了。有时候紧张，我笑，我让你很紧张。他眼神躲闪，脸又红了。
唐奶奶说她喜欢我，可为什么她一次都没跟我表达过？李泽说，那时候你要训练，我只是个半大孩子，怕耽误你事业。那我退役之后呢？我问，是真的好奇。他答，你那时候有男友要结婚了，不道德。我又问，离婚后呢？他叹气，我怕你觉得我趁人之危。我挑眉，那为什么现在要说？李泽两只手交叉在一起，骨节用力。奶奶说人一辈子很快过去，没胆量的人活该。于小姐，我喜欢你，真的，但这和你没关系。我只想让你知道，这个世界有人看好你。我歪头看他，你喜欢我什么？相同的问题，我问过江楚，他说喜欢我勇敢，和他一样豁得出去。李泽低着头认真思考，半晌摇摇头，说不出什么，就是喜欢。谢谢你，让我能感受到喜欢一个人很幸福。节目最后我夺冠了，陈淼早退赛，公司为他赔偿了一大笔违约金。他在社交软件上发，原来这就是大人的世界啊！18岁的我好像还没准备好，粉丝都在心疼他们的淼淼被节目组设计了。他们说淼淼从来没说是于峰推的他呀，可怜的孩子，干干净净的年纪沦为了资本的牺牲品。于峰好心机，好手段，不愧是当初自断前程也要嫁入豪门的女人，如今搭上润众这条大船。恭喜于姐把自己越卖越高。江母作为江氏的发言人，接受采访的时候波澜不惊。有些人确实很有迷惑性，人家装得出也是一种能力吧。当初我们拒绝好几家门当户对的人选，原以为运动员单纯一些，现在大家也看到了舆论的风向。他摇着头苦笑，百口莫辩。当天从来没有社交号的李泽实名认证了一个小号，风经过的地方，那个账号注册了10几年，每条消息都与我有关，记录着我从年轻到如今赛场上的每个阶段。最新一条是发的我决赛冲线的照片。谢谢你回来。八卦的眼睛在这个账号拼凑出了10几年的暗恋时光。教练说李泽也算是他看着长大的，原来想着等你们都大一点介绍你们认识的，谁知道你这死丫头给我憋了个大的，退役嫁人。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我每次看你过得不好有多堵心？当晚我拿着节目组给的金牌回家，打算给外婆看。很久没有联系我的江楚竟然出现在胡同口，他叼着烟一闪一灭，身上有酒气，见我回来扔掉烟头。于峰，你赢了，我认输，我来接你回家。他伸开双手要抱我，我后退半步。江楚，我们结束了。他愣在原地，手臂还维持着张开的样子，像是不敢相信。你说什么？江楚，我们离婚的那一刻就结束了，我说过我们两不相欠。江楚盯着我笑一声，说什么呢？于峰，从18岁开始我们纠缠这么多年，你现在跟我说两不相欠。我说了，我跟陈淼没有关系。我承认前段时间我是想气你，随意故意给他脸。如果你看不惯，我现在就让他滚得远远的，我可以雪藏他，让他一辈子都不会出现在你眼前。还有我妈，我不会再让他胡说八道。乖，别赌气了，跟我回家。我推开他，江楚，结束你懂吗？我没有赌气，我是真的不爱你了，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关系。江楚冷笑几声，发脾气是不是？跟我回家，我认打认骂。他固执的要来抱我，被我身后窜出的人影一拳打倒。李泽冷漠看躺在地上的人，你家没教过你尊重别人，还是你根本听不懂人话？
江楚还想还手，却被随机而至的保镖拦在2米开外。他不甘心地对着我和李泽喊：“于峰只能是我的。”李泽看他，于峰是他自己的。那晚之后，江楚像是疯了一样，停了电影项目，关闭了经纪公司，甚至让陈淼在演艺圈无法立足。狗仔拍到陈淼在江氏公司门前等江楚，一站好几个小时，可江楚下车连一个眼神都不给他。陈淼要去拽江楚，被助理直接拦住，独自垂泪。开始他的粉丝还为他鸣不平，但这个圈子更新换代比体育竞技还要快，慢慢的没人再关心陈淼今天有没有哭，他们更关心我和江楚什么时候复婚。因为江楚多次在媒体面前公开表示和我只是一点小矛盾，于峰从来都是我妻子的唯一人选，他只是一时赌气，很快就会想明白，18岁到现在的感情怎么会放得下？但同年，江楚因为个人形象不利于公司，接受董事会的提议被否决。听说老江总在外有个私生子，最近风头很盛。我知道那个人，这么多年野心很大，苦于没有人给他一个机会。江楚四面受敌，竟然无暇再来骚扰我。我看着训练场边抱着电脑处理工作的李泽：“你干的！”他干咳2声，用我的毛巾擦擦汗，假装看我的计时器。今天又快了几秒，真厉害！我正备战全国赛，25岁，年龄尴尬。教练说不能因为一次跌倒就趴一辈子。唐奶奶说人这一辈子只活一次，别留遗憾。我还等着为你加油呢。李泽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陪在我身边，为我的每一次进步鼓掌。他说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我想要的。我的复出赛被媒体大肆宣扬，江楚不顾江家反对，当众表示会在我复出赛上求婚。他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我们曾经婚戒，7年前我能得到的，现在依旧可以。于峰是江楚的，但媒体已经群嘲一片，不知谁给这歌的自信，起的标题更是讽刺前妻夺冠赛，他被夺舍。比赛前一晚，我在训练馆久久不肯离开，内心惶恐，好像一个离家太久的游子，近乡情更切。我怕跑不出成绩，怕我7年时间已经被人远远拉在后面。李泽说，只要你想，就算这次不行，咱们从头再来，享受过程，输赢你都是于峰。我对他勾勾手，示意他侧耳过来。在我的轻语中，李泽从脖子以下红到耳尖。比赛当天，艳阳当空，人声鼎沸中，我站在跑道上，俯身按地，面前是一道又一道的横栏，周围的声音突然安静下去，空气静的只剩下我自己的心跳。发令枪响的瞬间，我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一道又一道，跨过面前阻碍，耳边只有呼啸的风声。于峰，做自己，做自由的风。抬头看向前，外婆仿佛在那头对我轻轻点头。我的妞妞，开心啊！外婆冲过终点，耳边是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教练和队友冲过来，将我紧紧抱住。透过人群，我眼含热泪，抬头望天。外婆，你看到了没？你的妞妞又做回自己，跑起来喽！江楚抓着手里的戒指往前冲，却被保安拦在观众席。他看到大屏幕上切到了家属席，向来冷若冰霜的润重总裁正兴奋地拉着旁边的陌生人，看，跑最前面那个，我女朋友。赛前那晚，我说，如果这次我拿了第一，我们谈恋爱吧。一旁的唐奶奶嫌弃地扭头向一边，
又对我开心地挥手。我被众人环绕，雀跃地挥手跟他们回应，脸上洋溢的是幸福的笑。那一刻，江楚突然觉得他很久没有见我笑得这么开心了。做小江太太的每一天，我都没有这么笑过。他兜里的戒指千斤重，却一文不值。我的眼中有外婆、教练、队友、唐奶奶、李泽，唯独再也不会有他。媒体说我是吃一堑吃一堑，从一个二代换成另一个二代。他们说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恋爱脑加捞女。但随着我持续拿下国内、国际奖项，随着我为退役运动员开设的俱乐部良性运营，随着我培养出的小运动员登上国际赛场，随着李泽的自我介绍从我是于峰的男朋友李泽变成我是于峰的老公李泽，质疑声慢慢变小。教练说，运动员面对质疑，最好的回击是用成绩。32岁生日的时候，在我俱乐部分公司慈善夜上，我又一次看到了陈淼和江楚。陈淼换了好几家经纪公司，如今她也25岁了，一次女主角都没演过，已经考虑往谐星方向发展了。她端着酒杯对我堆笑：“于姐，以后有活记得赏我，活好嫁地。”而江楚7年间与那个私生子兄弟争权中，少了头发，大了肚腩，再看不出旧日少年模样。我3岁的女儿在人群中迷失的时候，撞到了他：“叔叔，你看到我妈妈在哪了吗？”小小的人，声音脆生生，他天然认为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该认识他妈妈，毕竟爸爸说，妈妈可是这个世界最厉害的人。江楚蹲下身的时候有些艰难，他指着人群中耀眼的我：“妈妈在那。”女儿雀跃跑来，江楚突然掩面无声痛哭，嘴肿喃喃：“我弄丢了，弄丢了。”揭幕仪式最后的拍照环节，记者对着我和李泽说：“2位站得近一些可以吗？”李泽抱起女儿看我，无声询问我的意见，他怕影响我这个馆长的对外形象。女儿不由分说，一手搂住他，一手搂住我，我们笑着亲吻女儿的脸颊。于馆长想对年轻一辈说点什么？我看着对面无数的镜头，看到18岁的于峰，25岁的于峰，努力拼搏，超越自我，勇敢向前。鲜花、掌声、幸福都在未来等着你。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